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预防糖尿病路上那些看似健康却暗藏危机的控糖陷阱。或许你非常努力戒掉甜食、含糖饮料，每天遵循健康饮食的原则，但血糖依然时高时低，体重和代谢状况也没有好转。问题出在哪里呢？很可能就出在一些伪装成健康的食物和饮食习惯上。这些陷阱不仅让你的血糖在不知不觉中飙升，长期下来还会破坏胰岛素功能，搞乱新陈代谢，让你离糖尿病更进一步。想象一个真实案例，有位糖尿病高风险的先生，3年不碰任何甜食，连蛋糕、汽水都滴水不沾，但是他的血糖还是降不下来，时常飙高，让他百思不解。直到营养师详查他的日常饮食，才发现罪魁祸首竟是2样。他以为很健康的食物，第一样是每天午餐后来一碗的蜂蜜爱玉，他觉得蜂蜜天然又养生，应该没关系。第二样是常备在办公室的牛肉干零食，咸咸的牛肉干，谁会想到糖分高呢？事实让人瞠目结舌。那排牛肉干一包就含有15颗方糖的糖量，原来咸食里藏的糖分比甜食还可怕。他多年来血糖起伏不定，就是中了这些隐形糖陷阱。以上的故事告诉我们，预防糖尿病不只是不吃甜这么简单，很多看似健康的选择，其实在暗地里毁坏你的代谢。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6大常见的控糖陷阱，每一个都可能是你我生活中熟悉的食物或习惯，千万要睁大眼睛一一避开。陷阱1，鲜榨果汁与果干维生素有了，纤维却没了。你是不是每天早上来一杯鲜榨果汁，觉得这样补充维生素又清爽健康？又或者饭后以少量的果干当点心，认为果干富含纤维和矿物质，比起蛋糕、饼干健康多了。小心，这是控糖的第1大陷阱。水果的确是健康食物，本身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但一旦变成果汁或果干，情况就不一样了。鲜榨果汁给人的印象是纯天然，没有精制糖，甚至很多果汁店还强调不加糖。没错，果汁的甜味都来自水果本身，可这也意味着满满的果糖。为了榨出一杯果汁，你往往需要3到4颗水果的量，把它们的水分和糖分浓缩在一起。同时，过程中大部分的膳食纤维都被滤掉了，只剩下糖水和部分维生素。你喝下这一杯，看似吸收了营养，但其实等于一下子吞下3、4颗水果的糖分，没有纤维减缓吸收，血糖会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直线飙升。更糟的是，果汁不会带来像吃整颗水果那样的饱足感，很快你就又饿了，可能进食更多热量。再说水果干，例如葡萄干、芒果干、香蕉干等，制作果干时水分被蒸发，体积缩小，糖分浓缩，你可能轻轻松松就吃下一小包葡萄干，殊不知那等于一大串新鲜葡萄的糖量，更别提许多商业果干在制作时另外添加糖浆或蜂蜜增加风味。例如常见的蜜饯、糖制芭乐干，糖吃进去比水果本身还多。即使是标榜无添加的纯果干，因为失去了水分与体积，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就吃过量，一不小心热量和糖分双双超标，血糖迅速上扬。没有鲜味的糖就是游走的炸弹，在完整水果里，纤维就像一张细网，网住糖分，让身体慢慢把糖释放进血液。然而果汁和果干这些纤维几乎被移除或破坏，糖分释放得又快又猛。喝下一杯橙汁，你的血糖上升速度远比吃一颗橙子来得快。长期以果汁取代吃水果，等于经常让胰岛素面临紧急应变，因为胰脏得赶紧大量分泌胰岛素来处理瞬间飙高的血糖。频繁的高峰血糖和高强度胰岛素分泌是导致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胰岛素作用变差，血糖更难控制的元凶之一。胰岛素阻抗一旦形成，代谢症候群、体脂肪囤积以及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大幅增加。以葡萄干为例，几小把就可能含有超过20克糖，相当于半瓶含糖饮料。而吃同样糖量的新鲜葡萄，你可能已经饱到吃不下更多。换句话说，果干让你轻易获得大量糖分，却感受不到相应的饱足，这对控制食欲和体重也非常不利。不只是葡萄干，像芒果干、
凤梨干等热带水果干，糖分密度都很惊人。而果汁呢，一杯约300毫升的柳橙汁，糖含量可能高达25克以上，超过6茶匙的糖，但纤维不到1克。相较之下，一颗中等大小的柳橙含糖约12克，却有3克左右的纤维，这样对比够明显了吧？喝果汁就像直接喝糖水，身体得到的甜远远超过营养，那是不是表示水果就不该吃了呢？当然不是，重点在于摄取水果的形式。营养师建议尽量吃新鲜的整颗水果，而非果汁或果干。整颗水果保留了完整的纤维，可以帮助延缓糖的吸收，咀嚼水果也会让你有饱足感，不至于吃过量。如果真的想喝果汁解馋，自制蔬果汁是折中方案，加入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像是菠菜、小黄瓜、芹菜等，与水果一起打汁，降低总糖分比例，增加纤维摄取。同时注意控制分量，比如用1颗水果的量来榨汁，不要动辄好几颗水果下肚。至于果干，并非完全不能吃，但要特别控制分量，可以将果干当作少量的点缀，例如拌在坚果里当零食，一次吃一小撮增加风味即可，不要拿一整袋当零食无节制的吃。此外，购买果干务必看成分标示，选择无添加糖的纯果干，避免那些额外果糖的蜜饯。简而言之，水果要吃原形，千万别被果汁和果干的健康光环给骗了。掌握这点，你就避开了第一个毁掉代谢的陷阱。陷阱2，低脂优格与养生饮品挂着健康名义的糖库。现在的你或许已经对蛋糕、汽水这类明显高糖的东西敬而远之，但第二个陷阱往往出现在那些声称健康养生的食品中。低脂优格、养生谷物饮，甚至燕麦奶等等，这些产品打着健康旗号，实际上可能加了大量糖。让我们特别拿优格、优酪乳、酸奶这个大家公认的健康食品来剖析，看看里头藏了什么玄机。优格一直有益生菌、助消化的美名，不少人早餐来一杯优格，或饭后吃点优格水果杯，认为这是在补充好菌，促进肠道健康。超市中也充斥各种低脂优格、希腊式优格、高蛋白优格，看起来特别适合健身族和想控制体重的人。你仔细看包装，标榜零脂肪、高钙、添加益生菌等等，确实很诱人。然而，你有没有留意过这些优格的糖分含量？许多果味优格或滑顺口感的饮用优酪乳一小瓶，例如250毫升，糖含量可能高达20克以上。有些标榜无脂的水果优格，每100克含糖超过15克，吃一杯等于吞下近4-5茶匙的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去掉脂肪，加上美味的同时，厂商往往用糖和香料来补足风味，脂肪拿掉了，口感变差，不香浓，消费者不爱吃，所以只好加糖，让味道更讨喜。结果就是，你以为吃的是健康的低脂食品，却吃进满满的糖和热量，一来一往，减掉的脂肪热量很可能远不及额外糖分的热量。不只是优格，许多号称养生、全天然的饮品也有类似问题。谷物粉、冲泡饮料、杏仁茶、红枣、枸杞饮等等，一听名字都是满满养生感，但很多市售版本糖都不手软。比如即冲燕麦谷物饮，为了好喝，通常预先调味加糖，一包下去可能就有10克以上糖分。还有流行的燕麦奶，原本是给乳糖不耐的人做替代品，但因为燕麦本身碳水含量高，加工成奶又常额外添加麦芽糖浆调味，很多燕麦奶一杯含糖也不少。如果你喝的是无糖纯燕麦奶还好，但有些人没注意买到加糖的版本，天天当健康牛奶替代品喝，糖分摄取无形中激增。这类健康食品的糖分陷阱在哪里？首先，口味迷思常让我们大意。如果一种食物尝起来不太甜，我们就容易低估它的含糖量。优格就是典型例子，因为酸酸的乳酸味和水果香气盖过甜味，很多人吃甜优格时没觉得特别甜，可实际上糖蛮高的。再者，它们外观包装给人养生无罪的感觉，我们更不会去联想到糖。可是血糖不会被包装骗到，无论这糖是从蜂蜜来，从果酱来，还是白砂糖本糖，
对血糖的影响都是真真切切的。你早晨吃下一杯加糖优格搭配一碗甜味麦片，可能认为自己在吃高纤低脂营养早餐，但体内血糖其实正默默飙高。长期这样，胰岛素日复一日处在高负荷工作状态，最终难免疲惫不堪。胰岛素疲乏，也就是前述的胰岛素阻抗逐渐形成，身体对血糖的调节力下降，脂肪却更容易囤积，这就是代谢被破坏的开始。此外，低脂不等于健康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许多人害怕脂肪导致肥胖、高胆固醇，于是选择低脂产品，但其实天然存在于奶制品里的脂肪，如优格的乳脂，适量摄取并不会直接害你血糖升高，真正需要警惕的是为了替代脂肪而加进去的糖。更何况，脂肪虽然热量高，但有助于延长饱足感。当你吃低脂高糖的食物时，往往吃完没多久又饿了，反而可能吃进更多东西，总热量得不偿失。面对这个陷阱，我们可以采取睁大眼睛选择动手调整口味的策略。买优格时，优先选择无糖原味优格，别担心它不好吃，可以自己加一点新鲜水果块或撒些坚果增加风味。如果觉得完全无糖难以下咽，淋少许蜂蜜调味总比吃市售高糖果酱优格好。重点是你能掌握糖的用量，比起市售产品动辄十几20克糖，你自己加个1小匙蜂蜜，约5克糖，已经足够甜了，总糖量仍大幅减少。对于各种谷粉饮料、燕麦奶，也要留意成分标示和营养标示，选无添加糖的版本，或干脆自己买纯燕麦粉、杏仁粉来冲泡，依自己口味加一点点黑糖或代糖，而不是买现成调甜的品项。另外，学会阅读营养标示中的糖含量非常重要，每份含几克糖，换算成几茶匙，一目了然。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每日添加糖摄取量不要超过总热量的1成，大约相当于成人每天不超过25克糖。看看你手上的健康食品糖有多少，就知道吃下去会不会超标。若营养标示没有直接列出糖流心成分表中的关键词，麦芽糊精、玉米糖浆、浓缩果汁、果葡糖浆等，这些都是添加糖的伪装名称。有了这些警觉之心，你就能享受优格等食品的好处，同时远离过量糖分。总之，别再被低脂养生的标签迷惑了。真正健康的食品不需要靠糖来取悦味蕾，掌握配料表，自己动手调味，你的肠道健康和血糖控制就能兼得。这样一来，第二个毁代谢的陷阱也被你巧妙避开。陷阱3：燕麦棒、谷物麦片，健康零食隐藏的甜蜜地雷。减重或控糖的人常常会找寻传说中的健康零食，既能解馋又不至于破坏努力。例如，市面上一堆标榜高纤、全谷、低卡的谷物棒、燕麦棒，或者号称可以当正餐的能量棒、蛋白棒，还有早餐时间。许多人爱吃的谷物麦片、格兰诺拉麦片，这一类食物通常被塑造成健康形象，含有谷物、坚果、果干，看起来纤维丰富，营养全面。然而，这第3个陷阱就在于它们往往加了大量糖粘合，让原本健康的食材变成高升糖指数的甜食。全谷物、燕麦、坚果这几个词汇几乎等于健康代名词，所以当我们看到由它们组成的麦片、能量棒，很自然地觉得这比薯片、巧克力健康多了吧。不少人把一条燕麦棒当下午茶点心，或者每天早餐来一碗高纤谷物麦片，加点牛奶水果，美其名曰均衡营养。从营养成分角度看，这类食物确实有纤维、有维生素，也提供一定蛋白质和好油脂，来自坚果。问题在于，为了让这些东西变好吃、易保存、成型漂亮，制造过程中添加的糖和糖浆非常惊人。想象一下，要把一堆燕麦片和坚果粘合成一块酥脆的棒状，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加蜂蜜或糖浆来粘结烘烤。格兰诺拉麦片为了烤的酥香，也常拌入红糖、麦芽糖再去烘，于是我们吃进嘴的每一口都附着着糖的甜味。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健康麦片零食特别好吃，越吃越蒜嘴糖在背后撑腰呢？很多人不知道，
市售能量棒，燕麦棒的含糖量跟一罐汽水差不多。举个例子，一条40克的燕麦果仁棒可能含糖10克以上，若是巧克力口味或有加果干的糖更高。一些主打健身的蛋白棒虽强调高蛋白，但仔细看也藏着10多克糖，只是用葡萄糖浆、棕榈糖等名字让人不注意。而谷物早餐麦片呢，不论成人版或是儿童版，许多每100克就有20克甚至高达30克的糖。换算一下，你随便舀一碗50克麦片就吃进至少10多克糖，再加上牛奶里的乳糖，这顿早餐血糖想不飙高都难。特别是脆脆甜甜的玉米片、巧克力麦片那些，含糖更高。有些家长给孩子买添加了水果粒或巧克力粒的谷物麦片，以为比饼干健康。其实孩子每天早上是在吃糖当早餐，难怪注意力不集中，还容易饿。也许有人会问，这类零食不是有纤维和坚果吗？是不是可以抵消一些糖分影响？纤维和蛋白质、脂肪确实能稍稍降低血糖上升速度，但抵不过糖的绝对量太大。尤其很多人吃这些所谓健康零食时没有节制，因为认为健康就放心吃更多。比如一坐下来看剧，几条燕麦棒不知不觉全进肚，或一边工作一边抓干食物麦片当零食，稀里呼噜吃掉半包，结果总糖摄取量非常可观，血糖照样一路往上冲。长期下去，大量的添加糖依然会造成胰岛素负荷过重，引发脂肪肝、胰岛素敏感度下降等代谢问题。更惨的是，你自以为饮食很节制、很健康，实际却掉进糖陷阱，可能比明着吃甜点更容易忽视风险。此外，心理补偿效应也是陷阱之一。当人们觉得某食物健康，就会允许自己多吃一点或者少运动一点。你可能心安理得吃了2份能量棒，告诉自己反正这是高纤低卡的，不怕。但事实上，2份能量棒的热量和糖已经超过1罐可乐了。这种自我欺骗让代谢问题悄悄累积，更难察觉。那该怎么办？难道不能吃这些便利的零食了吗？其实重点在于选择和适量。首先，精挑细选产品。市面上也有一些低糖配方的谷物棒或麦片，特别是强调无添加糖、靠谷物本身或代糖调味的产品。购买前务必看营养标示，选择每份糖含量低的，尽量挑糖含量低于5克每份的麦片或棒类，纤维含量高、坚果比例高的会更好。成分表里如果糖浆类排在前几位，那基本可以放弃。其次，可以自己 DIY 健康零食，比如自制麦片能量棒，用燕麦、坚果、种子加一点点蜂蜜和香蕉泥粘合烘烤，糖用量可控，还能增加蛋白质粉，提高营养。又或者干脆以更天然的食物替代，下午肚子饿时，吃一把真正的坚果或几片高纤饼干配无糖豆浆，比起商业能量棒更安心。早餐的话，可以考虑自己煮燕麦粥，选择原味即食燕麦自己加牛奶和一点水果，取代含糖麦片。虽然少了甜滋滋的口感，但长期下来习惯天然的味道后，你会发现精制糖吃少了，味觉反而更能品尝食物的原味。最后要提醒的是，适量原则永远适用，就算选到低糖的谷物棒，也不能没限制地猛吃。控制分量是一切饮食的关键。如果实在爱那甜甜脆脆的麦片，干脆把它当作偶尔的甜点享用，而不是每天的早餐必须。正视它就是一种零食而非必需品。如此一来，你的心态会不一样，摄取量也较容易控制。掌握了以上策略，你就能继续享用你的健康零食，而不担心暗藏的糖分伤害身体。记住，健康零食也要真的健康才行，别让糖分成为你达成控糖目标的绊脚石。陷阱4：隐形的咸糖加工酱料与料理中的糖陷阱。说了这么多甜的食物陷阱，你可能会想，好吧，以后我甜的都少碰，多吃咸的总行了吧？且慢，第4大陷阱就在于咸食和加工食品里的隐藏糖分。许多人以为不吃甜食就没问题，但其实很多咸味食物为了提味，都暗藏惊人糖量。这些糖吃起来不明显，却同样会干扰血糖和代谢。我们来揭开几个常见的咸糖陷阱，看看你中招了没有。咸食不等于低糖，举凡酱料、腌制食品、外食料理常常会加入糖来增色、增味或保存。
因为糖经过焦化可以让酱料色泽红润诱人，甜味更是可以中和酸辣苦，提高美味度。许多我们认为是咸的东西，其实含糖量一点也不低。举几个例子，番茄酱酸酸甜甜，是孩子最爱沾薯条的酱，但你知道吗？一大匙番茄酱里就有约4克糖。沙茶酱、辣椒酱这类调味酱，配料表里往往名列前茅的就是糖，即使吃起来辣为主，还是藏着甜。还有中餐常见的卤汁，不论卤蛋、卤豆干、卤肉，卤汁通常下重本放糖，卤得入味发亮，所以别以为卤味只是酱油咸，它可能是浸在糖水里过的。蜜汁、叉烧、糖醋排骨这些带甜味的菜汤多自不必说，就连宫保鸡丁、三杯鸡之类口味偏咸辣的菜，为了增加风味和让食材上色，烹调时也会下1-2大匙糖。因此外，食族如果不加注意，每天在外面的便当菜、卤味小吃里吃进的隐形糖分，可能比你直接喝杯手摇奶茶还多。再谈谈加工食品，像香肠、培根、火腿这些加工肉品，为了调味和防腐，配方里往往加入糖。台式香肠微微的甜味正是糖带来的，广式腊肉更是甜滋滋，肉干肉松更不用说，几乎都是偏甜口。超市的沙拉酱、日式酱油、酱汁很多也都有添加糖，甚至连看似清淡的豆浆，如果你买到调味豆浆，每盒可能含有10多克糖。这些食物单吃某一样也许分量不大，但积少成多。当你每天每餐都有一点额外的糖润色你的咸食，日子久了，血糖就在不知不觉中失守了。咸食里的糖为何特别具有欺骗性？因为我们的味蕾对咸味更敏感，当咸和甜同时出现时，往往咸味会掩盖部分甜味，所以你吃一些偏咸的食品时，可能完全意识不到糖的存在。例如牛肉干吃起来是咸香中带微甜，很少有人注意到那甜其实来自高浓度糖。前面提到那位案例中的牛肉干，一包200多克居然暗藏了75克糖，相当于15颗方糖，着实惊人。再看酱料，每次用量也许不多，但如果你做菜习惯撒糖提鲜或大量使用现成酱包，那糖也会越积越多。对血糖而言，来自酱汁和咸食的糖与蛋糕里的糖没有两样，都会提高血糖，刺激胰岛素分泌。而最危险的是，这些糖往往吃得毫无戒心。你会控制自己不喝第2杯含糖饮料，却很难想到要限制自己吃几片卤味，因为你压根没把它当甜食。胰岛素却很无奈，每天又得悄悄帮你处理这些暗糖，长期如此也会导致胰岛素效率下降，脂肪堆积，对代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除了升高血糖之外，高糖饮食会引发慢性发炎，而如果糖和高油脂、高盐一起摄取，这在重口味料理中很常见，对心血管的危害更是加成。而且吃这种高糖高盐食物常常开胃不知饱，一餐会吃下更多其他东西，总热量爆表，增加肥胖及糖尿病风险。可以说，咸食里的糖是一个隐形推手，默默地破坏你的饮食控制成果。要防范咸食糖陷阱，我们需要2手策略，选择更聪明的调味及培养识别隐糖的能力。首先，在家做菜时，可以用其他风味替代糖的作用。许多主厨分享，提味不一定非靠糖不可。例如，善用酸味柠檬汁、醋或番茄可以增添亮丽的风味，减少需要加的糖量。做酱烧或糖醋时，试试水果泥，像苹果泥、梨子泥，加热后自然的甜味可以部分替代白糖，还顺便摄取水果营养。多利用天然香料也是妙招，九层塔、迷迭香、姜蒜等让菜肴香气满满，你就不会觉得缺那点甜味了。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不能用糖调味，而是能少则少。如果菜谱写1大匙糖，试着减半或用代糖，看味道是否也能接受。很多时候，一点点糖就足够提味，用不着传统上那么多。再来，学会看懂食品标示，找出隐藏的糖，尤其加工食品和酱料，别只关注钠含量，糖也不能忽略。现在许多国家规定营养标示上要列糖或添加糖含量，购买前务必扫一眼。如果一份产品糖含量很高，考虑低糖版本或替代品，例如选择无糖豆浆而非含糖豆浆，
低糖或无糖酱菜，而非甜口酱菜。买火腿培根时，可以找配料中不含糖或排名很后面的品牌。吃卤味时，尽量控量且别喝卤汁，减少摄取。对外食族来说，一个简单原则是避免过于甜口的菜色，显而易见的糖醋、蜜汁类少吃。对于看似不甜的，也要心中有数，知道这道菜可能有糖。有意识之后，可以采取一些平衡措施，比如那天吃了糖醋鱼，就少喝一杯含糖饮料或者甜点取消，以免日总摄取过多。总体而言，养成随时留意糖的习惯非常重要。当你味觉吃出某些咸食里的微甜，或看标示认出糖的踪影，你就成功避开这个陷阱了。毕竟糖是不分甜咸的，身体可不会因为它藏在咸肉里就放它一马。警觉起来，用智慧选择调味和食物，让暗藏的糖无所遁形。陷阱5：天然甜味剂迷失蜂蜜、黑糖一样会让血糖失控。有些人认识到白砂糖的危害后，转而寻找所谓天然的甜味替代品，例如用蜂蜜、黑糖、枫糖浆或果糖、水果酱来取代精制白糖。心想，既然是天然的，或者没有经过化学精制，应该比较健康吧。这就是第5个常见陷阱，误以为天然等于无害。事实上，不管糖的来源多天然多有机，它对血糖的影响仍不容小觑。有些标榜健康的甜味剂，甚至因为组成成分的关系，对代谢的伤害可能和白糖不相上下。蜂蜜大概是最经典的例子，它历史悠久，被视为营养价值高的食品，含有微量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抗菌效用。很多人早上喜欢喝蜂蜜水润肠通便，或者用蜂蜜取代砂糖泡茶、抹面包。黑糖、红糖也常被拿来和白糖区分开来，仿佛黑糖就不伤身。商家宣传黑糖富含矿物质，甘蔗的原汁原味，更温补。枫糖浆、椰子糖等近年也掀起风潮，强调低 GI 或营养成分。这些天然糖确实在口味和成分上跟白糖略有不同，例如黑糖保留了一些矿物质，枫糖有特别的风味，蜂蜜有花粉酶类。但从宏观营养角度来看，它们最主要的成分依然是糖、碳水化合物。蜂蜜大约 80% 是糖类，主要是果糖和葡萄糖。黑糖几乎和白糖的蔗糖含量相同，黑糖约 85% 以上是蔗糖，只是混了些糖蜜杂质。枫糖浆超过2/3也是各种糖，也就是说，一匙蜂蜜下肚，含一匙糖进去，在血糖上没有本质区别。有的人则相信果糖是好的，因为水果里的糖主要成分是果糖，而市面上也有高果糖糖浆、结晶果糖当作甜味剂出售，打着血糖生成指数较低的招牌。果糖 GI 值确实比葡萄糖低。理论上，果糖不直接让血糖飙升，因为它代谢途径不同，不立即刺激胰岛素。但这其实是健康迷思，大量果糖对代谢的破坏走的是另一条路径，伤肝脏，诱发胰岛素阻抗。我们稍后详谈。先说蜂蜜和黑糖，它们在血糖控制上并没有魔法加成。蜂蜜的升糖指数 GI 因品种而异，大致在60上下，和一般白糖、蔗糖 GI 约65，相去不远。有些蜂蜜甚至更高。而黑糖因主要成分还是蔗糖， GI 值跟白糖几乎一样，甚至略高于白糖的68。换句话说，若单从对血糖的影响来看，蜂蜜水与糖水差不多，黑糖饮料与白糖饮料之别也仅在风味，你的血糖机绝对测不出明显差异。至于它们含有的那点微量营养，例如蜂蜜有一点点 B 族维生素，黑糖有点钙铁，这些营养成分的含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难道你会为了补铁每天喝半杯黑糖水吗？那糖早超标了。因此，如果为了代谢健康和控血糖的目的，采用蜂蜜、红糖来代替白糖，几乎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很多人冲杯蜂蜜柠檬水，感觉自己很养生，但其实那杯里的糖让血糖冲高的程度可能和可乐不相上下。糖尿病患若没精确控量蜂蜜，长期服用一样会血糖失控。天然糖不代表低糖，这是必须破除的迷思。再谈果糖，有些食品或代糖产品中使用高果糖浆，
想借此标榜低 GI 不升血糖太快，但科学研究发现，高果糖饮食会导致另一系列问题。果糖大部分在肝脏代谢过量摄入，会让肝脏压力变大，多余的果糖被迅速转化为肝脂肪，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同时，果糖不直接刺激胰岛素，反而可能干扰瘦素和胰岛素讯号，长期下来让身体对胰岛素更不敏感，也让食欲调节出问题。因为果糖不会让大脑产生饱足信号，结果就是吃很多果糖的人容易持续觉得饿，吃更多，形成恶性循环。高果糖、玉米糖浆一直被认为是促成肥胖和代谢病的帮凶之一，所以别以为用果糖取代蔗糖就万事大吉，换汤不换药，有时候后果更糟。像市面上一些标榜低 GI 甜味剂，其实就是果糖或果糖混合物，短期测血糖或许升得慢一点，但长期看对代谢更不利。那我们是不是就无糖可用了？难道只能一点甜都不碰？其实也不至于走极端。了解了天然糖也是糖这件事，我们可以更有智慧地运用它们。第一，适量原则依然重要，即使要用蜂蜜、黑糖调味，也应严格控制分量。比如冲一大杯姜母茶，放半茶匙黑糖试试，也许稍淡，但仍有甜味。泡柠檬水时，一小杯加1茶匙蜂蜜，够提味就好，不要为了追求甜度一摆手就是2大匙。第二，利用天然甜味的食材，减少纯糖用量。前面提到水果泥入菜是一招，在饮品上试试用肉桂粉、香草荚这类香料来增添甜感的错觉，也有帮助。像肉桂有自然的香甜味，撒在无糖拿铁或麦片上，可以减少你想加糖的欲望。又或者用水果片增加甜味，泡茶时丢几片苹果、梨子或橙子片，让淡淡的果香释出，比直接浸爆的糖分温和健康。第三，真正需要用糖时，可以考虑代糖、非营养甜味剂，这在下一个陷阱我们详谈。但总的原则是，如果你真的戒不掉甜味，不妨选择对血糖影响小的甜味来源，如甜菊糖、赤藓糖醇这类几乎不被人体代谢的甜味剂，而不要大量依赖所谓天然糖。最后再强调心态上的转变，天然的不精致的东西不一定安全。当面对蜂蜜、黑糖这些产品时，不要因为商家宣称它有多健康就放松警惕，我们应该一视同仁的以糖对待它们，该限量就限量，该避免就避免。尤其糖尿病高风险族群，更不要迷信什么黑糖、养生、蜂蜜有益，这些对你来说仍是高血糖风险源。把握这些要点，你就不会在无意间因天然2字掉以轻心，守住了代谢健康的另一道防线。陷阱6，无糖饮料和代糖、甜味剂、甜味淋，热量真的没有副作用吗？或许你已经尽量减少真正的糖摄取，但人总有嘴馋爱甜的时候。于是现代食品工业提供了一个听起来完美的方案，无糖甜味产品。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零卡汽水、无糖饼干、代糖糖包，这些都使用了人工或天然的无营养甜味剂。代糖给你甜味，但几乎不提供热量或糖分，听起来是不是理想极了？既能过口瘾，又不怕血糖升高。然而这第6个陷阱就在于过度依赖这些无糖甜味，长期下来可能对代谢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需要深入了解，代糖真的万无一失吗？自从阿斯巴甜、蔗糖素、甜蜜素等人工代糖问世，还有近年崛起的赤藓糖醇、甜菊糖等天然代糖，人们仿佛找到甜味的免费午餐。各种鸡肉饮料、零卡汽水、无糖茶饮、无糖甜点充斥市场。很多控制血糖或想减肥的人都习惯用无糖可乐代替可乐，或买无糖饼干来解馋。喝着零卡饮料心中暗爽，反正没有糖也没有热量，怎么喝都不怕。在减糖初期，这些无糖产品确实帮助不少人渡过难关，从暴饮含糖饮料转为喝无糖汽水，血糖和热量摄入立刻大幅减少，短期看效果很好，所以他们被视为健康控糖的好帮手。有些人每天都离不开代糖饮料，但最新的研究和临床观察开始让科学家担忧，长期大量摄取人工甜味剂对人体代谢及健康不一定是正面的。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发布新的指导方针，
不建议使用无营养甜味剂来控制体重或降低慢性病风险，因为一些证据显示长期使用可能有潜在副作用。到底问题出在哪？简单来说，零卡的甜可能欺骗了我们的身体。第一，甜味的生理反应。当我们尝到甜味，身体其实已经在做出反应，准备处理糖分了。举例而言，有研究发现，喝下无糖但带甜味的饮料，有时候也会引起胰岛素分泌。虽然没有葡萄糖进来，但甜味刺激身体，以为有糖，长期下去，这种错误讯号可能扰乱胰岛素调节机制。还有一些研究指出，人工甜味剂可能改变肠道菌群的组成。有一项著名实验给小鼠长期喂食人工代糖，结果发现它们出现了葡萄糖耐受不良的状况，简言之就是血糖控制变差。把它们肠道菌移植给无菌小鼠，后者也出现类似问题，显示代糖可能是透过影响肠道菌来间接损害代谢健康。第二，味觉和食欲的影响。代糖的甜度往往是蔗糖的数十倍以上，例如阿斯巴甜约200倍甜度，甜味素达300倍。长期摄入超强甜度的东西，会不会让我们的味蕾渐渐麻木，以至于对天然微甜的水果、蔬菜失去兴趣？有专家担心这会改变我们的饮食偏好。另外，心理层面上，很多人喝了无糖饮料以后，潜意识觉得省下许多热量，可以多吃点别的。这种心理补偿导致虽然饮料是零卡，但吃的其他东西更多，结果整体摄入的热量和糖并没有减少多少。难怪有一些大型观察研究发现，经常喝无糖汽水的人反而更容易肥胖或代谢症候群。虽然这当中有各种复杂因素，但已足够引起警惕。那是不是意味着代糖一定有害呢？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定论，代糖种类繁多，每种影响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代糖并非纯粹的无影响。以最近引起讨论的次显糖醇为例，一篇研究指出，高血液浓度的次显糖醇与心血管风险相关。尽管因果尚未证实，却再次提醒大家对代糖要保持适度。面对代糖陷阱，我们要做的是适可而止，理性利用。代糖在控糖中的作用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是助力，用不当可能成为暗箭。以下几点供你参考。把代糖当作过渡工具，而非长期依赖。如果你刚开始戒糖，嘴巴特别馋甜，使用一些无糖产品帮助你度过难关，无可厚非。但当你慢慢习惯低糖饮食，可以试着减少对代糖的依赖。例如，从每天2罐无糖可乐减到每周几罐，逐渐以白开水、茶、黑咖啡等无甜味饮品取代。目标是重建对自然味道的欣赏，而不是用另一种甜饮代替了蔗糖饮。选择相对安全、天然的代糖种类，并控制用量。目前普遍认为比较安全的，如甜菊糖、植物提取、罗汉果糖以及次显糖醇、木糖醇等糖醇类。但糖醇类要注意大量食用可能引起腹泻胀气。人工代糖如阿斯巴甜、蔗糖素在规定摄取量以内，一般被视为安全，但仍建议不超过必要的量。不同代糖各有每日容许摄取上限，例如阿斯巴甜每公斤体重40毫克，虽然一般饮食难以超过，但也没必要挑战极限。换句话说，能不加就不加，需要时少量用，够甜即可，不要贪图超甜。留意自身的感受和变化，每个人体质不同，有些人对代糖可能特别敏感。如果你发现喝无糖饮料后反而更想吃东西，或肠胃有不适，那就适当减少。控糖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健康，手段本身不该成为新的问题来源。关注最新研究进展，代糖的影响是科学界持续热议的话题，新的发现不断涌现，保持开放心态，根据可信的科学共识来调整自己的饮食策略。例如，既然世界卫生组织都建议不要长期依赖代糖来控制体重，我们就该思考用更根本的方法调整整体饮食习惯，而非一味寻找捷径。说到底，最理想的控糖策略是改变味觉与习惯。当你逐渐减少对强烈甜味的需求，其实水的甘甜、茶的清香、食物本身的淡淡甜味都足以让你满足，而身体也会因此更健康。无糖不等于无害，但善用无糖产品，你可以度过戒糖的阵痛期，
同时，请记住最终目标，摆脱对甜的执念，这才是避免所有甜蜜陷阱的根本之道。看完以上6大陷阱，你是否发现自己过去也掉进过其中一个或几个呢？没关系，现在醒悟还来得及。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远离控糖陷阱、守护代谢健康的几个关键原则：选择原型食物，少喝果汁，多吃整果，少吃加工零食，多吃原味坚果、蔬果。食物越接近天然状态，越不容易藏着让你意想不到的糖分。学会阅读标示，养成看营养标示和成分的习惯，哪怕是号称健康的产品，也检视其中的糖，对各种糖的别名提高警觉，不给隐形糖有机可乘。不要被标签迷惑，无论是低脂、纯天然还是无糖、高纤，这些标签都不是你大吃特吃的保证。细节内容比宣传语重要，保持质疑精神，培养清淡饮食的习惯，减少重甜重咸的刺激，让味蕾回归淳朴。当你习惯少糖，会惊讶于原来红萝卜、南瓜这些食物本身都有甜味，而且那种甜更令人愉悦而不腻。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改掉习惯需要时间，不必一下子全戒糖到零，慢慢减量，替换选项，如此才比较不会半途而废。把控糖融入日常生活，而不是短期激进节食。预防糖尿病其实就是在培养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开了这6大控糖陷阱后，你会发现自己的饮食结构更加合理，血糖波动稳定下来，精力和体重也朝好的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你不再被那些伪健康选择蒙蔽，真正掌握了主动权。最后提醒大家，每个人体质不同，如果已经有血糖偏高或糖尿病的人，在调整饮食时最好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意见，制定适合自己的计划。希望今天的深入分享能够帮助你认清这些陷阱，做出更明智的选择。让我们一起守护代谢健康，远离糖尿病威胁，迎向更健康的2026年。饮食控制加上规律运动、良好作息，你一定可以大幅降低糖尿病风险。从现在开始，就和那些看似善意，其实暗藏祸心的甜蜜陷阱说再见吧。祝你在控糖之路上保持清醒，收获健康。